在四大天王里面，它相较前两个 GTR 和 Supra 有着大排量、大马力面前可能略显卑微，但是它却有着独特声浪、弯道之王的称号。它就是 RX-7。是什么造就它有着独特声浪？为何转子引擎最后会走向灭亡 ？RX-8 为何不视为 RX-7 的继承者？今天就带你深入了解历代 RX-7 背后的故事和高光事迹。大家好，我是子阳，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很多人以为 RX-7 是代表着 RX 的第7代车型，其实不是。Mazda 在面对海外市场的销售时，都会把旗下车以代码进行分类，比如 MX-5、Mazda 626、Mazda 3，分别为 Miata、Capella 和 Cella。今天的主题 RX-7 在日本就叫做 Savana。RX-7 的由来其实就要从转子引擎的起源开始说起。转子引擎原名叫汪克尔引擎，在1954年被一位没有驾照的德国发明家 Felix van Gogh 制造出来。当时出来时，体积小、结构简单、重量轻、音噪低等的特点，吸引了 Toyota、Mercedes、Rolls-Royce 等国际大厂的兴趣，包括了东洋工业，也就是后来的 Mazda。在和 NSU 车企签署专利时，膨胀的 NSU 当时给 Mazda 开出了非常严苛的条件，10年契约金2亿8千万日元 ，Mazda 必须无条件提供 NSU 产品专利权，每台搭载汪克尔引擎的车都必须给予版权税。面对这些不合理的条件 ，Mazda 还是接受了。然而 ，NSU 所提供的样品 40A 却是一副残次品，运转时会发生震动、冒白烟、燃油消耗高，还有本身就存在致命的缺陷。耐久性低，随着转动次数越多，缸内的磨损就越严重，留下的痕迹还被称为“恶魔的抓痕”。评估下来，最多只能运行40个小时，引擎无法长时间的工作，让各界车企都纷纷放弃了这颗随时会罢工的引擎。不过 ，Mazda 也不会因此而放弃。Mazda 社长松田恒次将汪克尔引擎重新命名为 Rotary Engine， 并组成了 R1 研究部门，来专门研究改良汪克尔引擎的缺陷。终于，他们透过安装 Apex Seal 和耐热橡胶油封，解决了磨损和油耗问题。就这样，到了1966年，首次搭载转子引擎的 Mazda Cosmo Sport 正式量产。Mazda Cosmo Sport 搭载双转子引擎，可以爆发128匹马力，极速可以高达200公里每小时。高效率的表现还获得了日本机械协会的奖章。随后 ，Mazda 旗下各种车型都开始使用转子引擎，延伸了 RX-2、3、4、5，其中 RX-3 就是 RX-7 的前身。R 代表着 Rotary Engine 转子引擎 ，X 代表着未来。Mazda 认为转子引擎就是未来的发展。RX-3 搭载10A 双转子引擎，有105匹马力。另外，如果不喜欢转子引擎的人，还可以选择搭载直式引擎的 RX-3 的双生车 Grand Familia。RX-3 双门版仅有885公斤重，拥有深厚底蕴的它开始在日本大奖赛上比赛，隔年就立下大功，斩断了即将50场连胜的 Skyline GTR， 获得1972、1973、1975年的冠军。为此，在市场推出了加强版的 Savana GT。搭载拥有120匹马力、157牛米扭矩的 12A 双转子引擎。RX-3 的成功让它在所有搭载转子引擎的车中脱颖而出，尤其是双门版的 RX-3， 更是在市场份额占了 50% 以上。随后而来的换代，更是把转子引擎发扬光大。转子引擎有一个缺点，就是燃油经济低，不适合给一般家庭车使用，让 Mazda 不得将旗下多个车系取消了转子引擎的选项。不过 Mazda 认为转子引擎非常适合放置在跑车身上，于是便诞生了第一代 Savana RX-7 FB。涡轮版的 13B 引擎可以爆发165匹马力，
1005公斤坐上2个人时，可以达到接近50:50比重。重点，它的排量仅有1.3升 ，Rotax 相比其他大排量跑车更便宜。高性价比的 FB 自然就获得了许多人的追捧。到了第2代 ，FC 外观设计参考了 Porsche 924作为灵感，因为当时 FB 在全球销量，美国就占了80%，所以设计方面也会偏向在欧美火热的924风格。媒体还把它称为平民保时捷。FC 改善了 FB 转向不足的缺陷，避震增加了 Dynamic Tracking Suspension System 和 Auto Adjusting Suspension， 提高过弯的稳定和操控性。从双门双座变成了双门4座，尽管比上一代重了200多公斤，但优化了涡轮和压缩比，动力突破了215匹马力，0-100加速不到7秒，最高时速238公里每小时。后来 Mazda 还推出了特别敞篷版的 FC， 给我的感觉有点像 L-Size 的 Miata。优越的性能也和 Supra 一样入选了 Motor Trend 年度最佳进口车和 Car and Driver 年度10大风云车。第3代 RX-7 就是我们熟悉的 FD， 任何的赛车游戏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。然而在现实中，它却是最稀有的 RX-7。FB 一共生产47万台 ，FC 一共生产27万台，而 FD 仅只有68000台。主要还是因为当时的 Mazda 出现财务困难，掌握股权的 Ford 重新拟定了海外营销策略，降低 FD 的产量，减少成本开销。虽然产量减少，但 RX-7 的性能更为卓越。13B REW 双转子双涡轮可以爆发280匹马力，314牛米扭矩，与4代 Supra 一样的序列式涡轮，使它0-100加速在5秒以内。而且引擎摆放位置在前中置，还往下50毫米。除了让它低重心外，还达到了50:50的比重。底盘采用前后双 AB， 操控和稳定性大大提升。无论在跑山路还是漂移赛，都可以成为顶尖的存在。改装成3转子、4转子的赛车，更是可以把马力提高到了1000匹以上。RX-7 的设定让媒体大赞，认为它是世界上拥有最纯粹的跑车血统。而且在当时 ，RX-7 还是唯一全世界搭载转子引擎的车，但它在历史上有着不同的跑车地位。漫画《头文字 D》里的 R1 乙公、Fast and Furious Tokyo Drift 里面的 Wheelside 宽体都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但随着人们对跑车的需求逐渐减少，加上各国排放废气的标准越来越严格 ，FD 终究无法避免停产的到来。2002年 ，FD 就此停产，结束了 RX-7 25年的旅程。其实，在1999年时 ，Mazda 就已经开始计划下一代的 RX-7。为了妥协当时不盛行的跑车时期 ，RX-8 有了特别的对开门设计，目的是为了增加实用性。而我非常有幸的接触过 RX-8。它开门的方式其实也说不到实用，因为后门把手在里面，你要先开前门，后门才能打开。实用性最多只是进气方便，而且后座空间也是小。也因为加了这块门，所以轴距整加长了 27.8 cm。更糟糕的是，它只有自然进气，没有涡轮增压的版本，马力不上反降。当然，这也是为了减少废气排放和提高燃油经济所改良。尽管 RX-8 的操控还是跟 RX-7 一样灵活，但还是让很多 RX-7 的车迷无法接受这些改动，甚至是失望。直到2012年 ，RX-8 正式停产，期间它已经获得了30个以上的国际汽车奖项。它的存在还是给 Mazda 添了不少光荣。遗憾的是，转子引擎还是逃不过燃油效率和排放量的问题。最后，转子引擎也随着 RX-8 退出车坛。
转子引擎和普通的四冲程活塞引擎其实原理都是一样，需要经过进气、压缩、点火、排气4个过程，只是运行的方式不一样。转子引擎主要靠内部的雷诺三角形做功，它运行1圈就可以完成3次做功，而一台4行程活塞引擎到需运转2次才能完成1次的做功。也因为转子引擎高频率的运转，使它有着高亢的声浪，甚至厂家还希望车主可以尽量踩到红线，让引擎室减少积碳。那既然转子引擎结构简单、重量轻、故障率低、排量小、输出马力大等的优点，为什么还是会走向谷底呢？其实它也是有各种缺点。第一，保养难，引擎旋转时都依赖着 Apex Seal 的保护，让缸壁内部保持封闭和减少磨损。要是没有及时的维护更换 Apex Seal 的话，就会使缸壁严重磨损，重则导致引擎报废。而且引擎内部温差大，导致非常吃机油。据说车厂手册建议1到3000公里就需要更换1次机油。第二，燃油性经济差，由于引擎内部会旋转，导致燃烧室空间会随之变阔，无法有效燃烧所有气体，使内部燃烧不完整就被排出，从而让油耗大大提升，并且还会释放出大量有害的气体。虽然在高速上会改善这些问题，但在城市行驶时还是致命的问题。第三 ，Road tax 高，虽然转子引擎只有1.3升的排量，但是因为工作原理较为特别，所以在部分国家会以2倍的排量作为标准。转子引擎独特的声浪及特点，吸引了许多车迷的爱戴。即使如今的时代已经无法让转子引擎继续生存，但是 Mazda 似乎还是不想放弃这颗特别的引擎。近年来就开始生产关于转子引擎的零部件来维护现任车主的车，而且更是企图要将转子引擎回归在大众之下，说明了 Mazda 无论如何都会想保留一支引以为傲的转子精神。其实 RX-9 早在1997年时就已经出现，原型车 Mazda Luz 是出口到一些特定的国家才会取名叫 RX-9， 所以 RX-8 的下一代会不会叫 RX-9 还是有待考验。